Hello，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天气不好啊，闲在家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量化的一些内容。从我开始发视频以来啊，有不少的观众因为各种的原因加到我，有些是来找我合作的，有些是想买 EA 的，还有就是一些目前处于亏损啊，对交易感觉很迷茫的一些朋友。首先啊，我欢迎各位观众啊，敞开心扉的来找我交流。虽然我不一定一一的去回复，但是我会看，有些我也会做视频专门去解答你们的问题。就是你有问题啊，你就问，我能回答的话我就回答。太小白的问题啊，你就别问了，你自己先百度。一些共性的问题啊，我会专门出视频来做解答。今天啊，我就几个代表性的方面啊说一下，闲聊一下。首先说一下有观众想买 EA 这个事情，我只想说啊，大哥们省点钱吧。想买我 EA 的不在少数，但是我个人啊是没有卖 EA 这个想法的。那么为什么有钱不赚呢？因为我无法保证啊，我的 EA 给你了，你就能够稳定盈利。目前市面上包括这个 MT5 官方最大的售卖 EA 的这个平台，都不能保证它的 EA 绝对可以赚钱，除非啊策略里面有马丁。不知道什么是马丁的，可以去看我前面有几个视频啊，都在分享马丁是怎么写出来的。你们看到的这些啊，不管是卖这个1499刀的，或者是400刀的这种，还有这种还有这12000多刀的这种啊，你们看到的这里啊，绝大部分的卖的这种 EA 啊，我可以很笃定的说啊，大部分啊都是马丁。有一些幸运儿啊，可能会在一段时间赚钱，但是啊，大部分的结局啊都是爆仓。假设你们针对这个 EA 啊，他卖了这 EA 有一个你确实很心动啊，你想买，我建议你啊，你可以间隔一段时间，比如说你间隔个3个月啊、5个月、6个月这种，然后你再去观察一下它这个 EA 里面的评论，你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差评，就是很多骂他的。因为大部分的马丁啊，可能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他就已经爆仓了。说回来啊，就是如果说你去问那些做得很成功的量化交易员，你问他是靠一个 EA 就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盈利的吗？大部分的回答，如果他是真心回答的话啊，都是不行的。他们都是靠着一篮子的 EA 来做一个投资组合，比如说20个或者30个EA 组成一个 EA 的组合，一个 portfolio， 依靠这种品种的不相关性来获利的，并且这个组合不是建好了就不变了哦，它会一直监控他们的表现，进行动态的上下架管理的，包括资金的管理、资金的分配。所以说就算我卖给你那1-2个 EA 啊，你就觉得你可以稳定盈利了吗？不可能的，更别说EA 都有被下架的那一天。当你的买的 EA 都下架了，那时候你怎么办？再去买吗？那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更别说如果你想改一下 EA 呢，你任何你想改的一个点，那别人不都得这个付出劳动吗？那你是再给别人掏钱呢，还是说友情帮你改一下，都不合适。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啊。你花点时间去把那个量化那一点东西自己掌握了。再说了，我们只是用这个代码一点点代码去做交易罢了，无非就是一个进出场、资金管理、追踪止损、追踪止盈、滤网，
还有就是策略的管理、资金上下架。说起来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零碎，但是不是说很复杂的东西，又不是说让你去独自一个人去负责什么大型项目，没有那么难的啊。学会了自己去写，那不香吗？另外啊 ，EA 它在我们能否盈利的这个事情上，也就占了大概40%的影响因素吧，还有多半啊60%都是其他方面影响的。那60%啊才是成熟的量化交易员压箱底的东西，它轻易不会分享出来的，包括它的整个的开发流程，它的监控的一些细节。讲到这里啊，我个人其实是有一个计划正在准备的，就是说啊，我们产出成功策略的这个过程很繁琐。比如说啊，我们开发了10个策略，但是经过重重的筛选，最后过关的，我们认为它具有一定优势的，可能啊只有1个，大部分情况下可能连这1个都没有。你想想，你想象一下吧，你花了1个月时间，1个月可能有点长了，你比如说你花了10天的时间，就一直在这开发策略，结果这个10天过去之后，你发现啊，最后通关的连1个都没有，这个过程啊其实挺沮丧的，并且它很耗费时间。随着时间这个流逝啊，我个人对于开发 EA 这件事情，我的热情越来越低了。有时候坐在电脑前啊都不想动，因为整个流程其实都已经固定下来了，它就跟着流水线一样，这一步该做什么，下一步该做什么，都非常的固定。所以每当这个策略失效的时候，需要去开发新策略补充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无聊。所以呢，我也在想啊，我可不可以像那个海龟交易法的作者理查德·丹尼斯一样，把我的这一套方法整个流程传授给一些他愿意的，并且他能够学会的这一些人，然后我们形成一个资源共享的一个小团队，最好是人少一点啊，假设10个人，这样1个人开发1个成功的交易策略，那么我们每个人就花了1个的时间，拥有了10个成功的交易策略。它不仅减轻了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开发的压力并且也让整个过程稍微有趣了一些，也显得不那么无聊嘛。不过这个呢，我还在考虑后面再说吧。再说一下这个关于合作这个事情我个人其实是不排斥这种商业行为的，因为任何单方面的付出这种行为是维持不了太长时间的，它也不符合一个正常的商业运转的逻辑所以说有不少合作方来找过我，有些我给了答复有些没有。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是没有接任何一家平台的推广的。归根结底我这个人有点懒，我懒得花精力去了解平台。但是如果说确实是很好的平台比如说确实能让观众甲方我3方都能够有所收获的这种平台我还是很乐意去了解的。本来今天是想讲一下这个 MT5 相关的，我想讲一下它能够做什么，为什么选择它来做量化交易。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扫盲的，但是今天这个视频说下来已经有点长了，我也不想再录了。下个视频我再详细讲解一下吧好，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也让我更有动力去把视频更新的频繁一些。好，就这，下个视频再见，拜拜。